有关求函数的解析4，今天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新方法，叫做解方程主法。好，同学们看题，定义在区间-1到1内的函数 f(x) 满足这样的一个式子，然后让我求函数 f(x)。很显然呢，配凑是不可以的。换元呢，因为它出现 f 出现了2个，所以呢换元也不可以。待定系数法呢是函数的类型确定，它也不是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可以从这儿下手。x 取-1到1之间的值，所以我就设有这么一个实数 a， 它就是落在-1和1之间的一个实数。那么既然 a 是大于-1小于1的，所以每一项都乘以-1，-a 大于-1，不等号方向改变，我依然写在左边，小于正1依然写在右边。也就是当 a 大于-1小于1的时候，-a 它也大于-1小于1。我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实数，而且找到它的相反数呢？因为你看 f(x) f-x， 这里边既有 x 又有-x， 所以 a 在-1和1之间满足了它取值的要求，那么这个式子当中 x 就可以取 a， 所以我就会得到 2倍的 f(a) 减去 f-a， 它等于 a 加1。那你这个 x 致变量要求取-1和正1之间的值，我-a 也落在-1和正1之间了，所以 x 也可以取-a， 于是我又得到2倍的 f-a 减去负的-a， 那就是 a， -a 加1。f(a) 看成一个未知数 ，f-a 看成一个未知数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f(a) 和 f-a 满足了2个方程？把它们各自看成一个未知数，所以我要把它们联立到一块儿，就相当于出现了2元一次方程组。那我要求谁呢？我当然要求 f(a) 了，求 f-a 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我喜欢 f(a) 所以我要把 f-a 消掉。怎么消掉呢？一观察，它的系数是-1，它的系数是正2，现在它俩约不掉。我把它叫做方程1，把它叫做方程2，我把方程1乘以2，然后加上方程2。我们看一下会得到啥呢？方程1乘以2 4倍的 f(a) 减去2倍的 f-a 就等于 2a 加2。方程2是谁呢？2倍的 f-a 减去 f-a， 它等于-a 加1。它们俩一相加，正负就约掉了。4倍的 f-a 减掉一个3倍的 f-a， 2个式子相加，它们俩一相加剩 a，2加1是3，所以 f(a) 它就等于a再加1。f(a) 我就求完了。那我要求 f(x), 谁占了我的位置啊？a 占了我的位置，所以我就找到 f(x) 一定是x加1，这就是解方程主法。那有的同学就会问了，老师，具备什么特征我才选用解方程主法呢？它具备的特征就是在一个式子当中出现了2个 f 什么什么的形式，在一个式子当中出现2个，所以你配凑不行，换元不行，待定系数也不行，而且呢，括号里一定是一对互为相反数还有就是取值的区间2个端点一定也是一对互为相反数，是对称着取值，也就是从-1取到正1，或者从-2取到正2也可以，只要它俩是对称着取值，它们2个端点是一对相反数就可以了。为啥？
因为 a 要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取值，那么负 a 也一定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取值。如果我的 a 在负2到2之间取值呢，我的负 a 也会在负2到2之间取值。所以呢，你满足的范围我也满足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既可以取 a， 也可以取负 a。好，再说一遍，两个特征。第一，如果你给我取值范围，两个端点一定是对称的，它们是一对互为相反数，这样就能够做到 a 在这个范围内，负 a 也同样在这个范围内，这是第一个特征。第二个特征呢，在我这个式子当中出现了两个 f 的样子，括号里是一对相反数，一个是 x， 一个是负 x。这样的特征具备了，我们就可以用方程组法来解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。下边的这个题，我们立刻观察特征，然后心里马上想我曾经学过的这些方法。好，已知 f(x) 满足2倍的 f(x) 加上 f(x 分之一等于 3x)， 让我求 f(x)。是不是在一个式子当中又出现了 f 什么什么 f 什么什么的样子啊？这样的话，配凑不行，换元不行，待定系数也不行。那说老师，它俩不是相反数了？没有关系啊，不一定非得是相反数。它们俩现在什么关系？括号里的一个是 x， 一个是 x 分之一，它们俩是倒数的关系，倒数也可以。好，这回呢，它没有给我取值的范围，我就观察这个式子 x 曾经在分母上出现了，所以我就考察一下定义域 x 肯定是不能取0的。那么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设有这样一个字母 a， 它就不等于0，它是不等于0的一个实数。既然你不等于0了，那么你就可以做分母。分母不等于0了，分子不是0，它也绝对不会等于0。你看啊 ，a 不等于0 ，a 分之一也不等于0。我为什么要找 a 分之一？因为你括号里都已经提示我了，它们俩是一对互为倒数吗？既然 a 不等于0了，好吧 ，x 就取 a 吧。于是我就得到了2倍的 f(a) 加上 f(a 分之一等于 3a)。我 a 分之一也是不等于0的数，那你 x 也可以取 a 分之一，所以得到2倍的 f(a 分之一加上 f(a 分之一分之一，它就变成 a 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 a 分之3。好 ，f(a) 看成一个未知数 ，f(a 分之一) 看成另一个未知数，两个未知数满足了两个方程，我给它们联立到一块儿，就得到了一个2元一次方程组。接下来我就像解方程组一样，我想把 f(a) 解出来，我要消灭掉 f(a 分之一)，它俩的系数不一样。这是方程1，这是方程2，解方程组就相当简单了。方程1乘以2减掉方程2得，我们看一看，方程1乘以2 4倍的 f(a) 加上2倍的 f(a 分之一加上 6a)。方程2是谁呀？是2倍的 f(a 分之一加上 f(a) 然后等于 a 分之3。两个方程要干嘛呢？相减。它俩就都约掉了，4倍的 f(a) 减掉一个 f(a) 就剩下 f(a), 右边呢就是 6a 减去 a 分之3，每一项都除以3，f(a) 就等于 2a 减去 a 分之一，是不是我又顺利的求出 f(a) 了？ a 占了我 x 的位置，于是 f(x) 就等于 2x 减去 x 分之一。好，
我们今天又学习了一个方法，叫解方程组法，具备2大特征啊，要么你就不给我范围，要么你给我范围呢就是对称的。第二个特征，一个式子当中一定出现了 f 什么 f 什么，括号里的一定是一对互为相反数，要么呢是一对互为倒数。好，你学会了吗？